可能是最近那个帅哥看太多了，都长针眼了。明明就只有看5条悟一个而已啊！小可爱，我是黑红。相信有追《咒术回战》的人呢，一定都知道5条悟这个角色。毕竟他在这个动漫作品当中的知名度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可以说他的受欢迎程度远比主角还来得更高。于是我就突然想到，也许我可以来画画看这么受欢迎角色的简笔画，可以把它画成怎么样子会比较可爱呢？所以呢，今天我就要来和你分享，我们可以怎么样去画5条悟的简笔画，让所有喜欢画动漫绘画的人呢，即便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画一些角色，也不知道该怎么样画画，或者是说你觉得你自己画的东西不是很好看，但是想要让自己可以有一点成就感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从简笔画开始。所以今天呢，我想要来和你分享，我们可以怎么样用简单的方式，用电绘的方式来将这个5条悟的简笔画把它画好。好了，那我们废话不多说，赶紧进入主题吧。在影片开始之前，黑猴要在这边和你说一下，我有制作迷你电子书以及一堂免费课程，就是希望可以帮助想要学习电绘的你快快提升画技，所以赶紧到底下描述栏里面去点击链接免费领取咯。那今天呢，我想要来画2个形态的5条悟，一个是有戴眼罩，以及一个是没有戴眼罩的5条悟。所以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有戴眼罩的5条悟该怎么画吧。首先呢，我们一开始可以先针对5条悟的这个脸呢去做一个绘制。那在这边的话呢，因为简笔画是画比较 Q 版的，所以我的脸部呢就会画有点像是上宽下窄一点的这种圆圆的脸型，看起来就会比较可爱。接着在眼罩的部分呢，我就会直接用2条线来针对这个眼罩去做一个抓形，以及耳朵的部分就简单的画上去。那之后我们可以再针对眼罩的部分呢去做一些细节的调整。接着就会开始用画草的方式来画它这个头发，因为它这个头发就是被眼罩竖到上面去的感觉，所以说头发看起来就有点相对的杂乱了一些。那画完之后呢，我就开始来调整一下眼罩的形状，将这个眼罩的形状呢稍微给它画出来，感觉才不会有点随性哦。虽然其实简笔画我们可以画得简单一点但在这边的话，我个人还是觉得最好还是把它的眼罩画的有一个形会比较好一些。接着呢，当然就是要画它最经典的这一个嘴型啦，就是一个倒三角。接着呢，在咒术回战的这个作品当中呢，我实在是不得不说它这个衣服实在是设计的太简单了，而且大家穿的都很类似、很雷同啊。所以说在这边的话呢，我们的衣服也可以很简单的把它画上一个大的衣领，然后呢肩膀就画小小的一个，看起来就会很可爱。在我们画完了整个5条悟戴眼罩的这一个线稿之后呢，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绘制一下颜色了。在颜色的部分呢，头发虽然说它是白色头发，但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在这个白色的部分呢，还是增加一点点的颜色，看起来才会让整张图不会那么的单调。所以说我们在上色的时候呢，尽可能的让一些像是黑色啊、白色这样子的物体呢，还是有一点点的颜色，看起来就会好看许多，而不会让人家觉得太过于单调。所以你会发现呢，我在眼罩的部分，在衣服的部分，虽然说在动画里面看起来都像是黑色，但在这边呢，我是用一个比较偏深蓝色或深紫色的方式去绘制它的眼罩跟衣服的部分。上完了基础的颜色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简单的去调整一下这一些色彩的细节，把凸出来的部分擦掉，那把画到其他颜色的部分呢，可以稍微把它再盖过回来一下。那在整体的基本颜色画好之后呢，我就开始用这种浅蓝色的颜色去稍微画一下这个眼罩的部分，让这个5条悟的眼睛在眼罩之中呢，看起来是有些立体感的感觉。接着当然也还要给它一点点小小的腮红，让它看起来更加的可爱哦。接着我就用稍微深一点点的一个蓝色以及白色来画出它这个像杂草一样的头发呢。那最后在这些颜色都画完之后呢，我就增加了一些像是光线打到它身上的一种光线感的感觉，在它的衣服啊、脸啊还有头发的部分呢，画上一些白色的线条，这样就会让整个简笔画看起来呢既丰富又不会让人家觉得太过于复杂的感觉。因为如果说你没有画上这些东西的话呢，那其实可能会让人家觉得这个简笔画有点过于单调，但是如果你增加了这些小小的细节，就会让整个简笔画看起来丰富许多，而且又可爱许多。 OK，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来绘制没有戴眼罩的帅气5条悟了。一样的，我们还是根据刚刚的同一个原则呢，先将他的脸型画出来。可爱的脸型画出来之后呢，当然我都会先画他的头发，将整颗头的一个形呢把它抓出来。不过在这边的话呢，因为我们想要
要让它的这一个头发垂下来的状态看起来比较接近于圆一点的这个头型啊，所以说在抓它的头发的时候呢，稍微需要花一点时间来将这个头发画下来的时候，可以一边有这一些凌乱的头发的感觉以外呢，我们还必须让它的头看起来是相对圆润一些的，而不会让人家觉得说它的这个头发好像是整个塌下来的扁平头的感觉哦。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抓头发的型确实会需要花一点时间。不过你在绘制的时候呢，你可以试试看，试着慢慢的抓，不必急着一时之间就一定要把这个头发画完。像我自己也稍微抓了一下，才把这个头发的型抓出来。那在抓完了之后呢，我自己也有发现哦，因为简笔画的精髓就是希望它可以更加的简单。但是在这边的话呢，我的头发抓出来之后呢，感觉这个发丝太过于细密了，所以说在这边的话，我也稍微调整了一下这个头发的细密度，试着让它的头发可以看起来是一整撮一整撮，大撮一点的没有关系，才不会让人家觉得说，你这个是简笔画，但是看起来似乎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的感觉。所以在这边的话呢，你也要记住这一个简笔画的精髓，试着让这个头发可以越简单越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可以试着调整一下这个头发的细密度。在调整好整个头发的细密度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简单的来绘制五条悟的五官了。在这边的话呢，我是先将它的眉毛画上去，以及这一个眼睛的部分。眼睛的部分的话呢，因为它眼睛张开的时候会有一种让人家觉得杀气腾腾的感觉，而且又有一种帅气的感觉。在这里稍微绘制了一下那种眼睛有点杀气的感觉，来让这个角色在这个简笔画当中呢，还是能够保有一点点它这个角色的一个特色。那绘制好五条悟的这个头之后呢，我就开始先上了这个颜色。颜色的部分，我们可以根据第一颗头所使用的颜色去绘制这一个简单的简笔画的部分。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呢，我所使用的颜色就不需要再特别去做一个选色或试色的动作，可以把前面所使用的颜色直接拿过来套用就可以了。那画完了头发的颜色以及皮肤色之后呢，就将这个眼睛的深邃的蓝色把它上去。但是我画到这边突然发现了一件很搞笑的事情，就是我竟然忘记画了它的这一个上半身的一部分了。所以呢，在这里我又赶紧再将它这一个上半身的一部分呢把它加上去。不过在这里的话呢，因为我们是简笔画嘛，我们就可以画简单一点，就是说呢，我们依照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张参考图呢，稍微把这一个五条悟的这个动作把它抓起来，然后呢，就是它抓衣领的这个动作呢，把它稍微用一个很 Q 版、很简单的方式呢，把它画上去。其实你就会发现说，整体来看起来也是蛮可爱的。所以呢，我们把它的动作画好之后呢，一样就是照着前面那个头的这一个颜色把它上去。那因为我们其实已经有前面的一个经验了，所以说在这边上色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根据前面的一个经验呢，把这些上色的技巧呢用在这个图就可以了。所以一样的，我把衣服的颜色画上去之后呢，也在它的脸颊画了一个简单的圆形，跟刚刚的这一个脸红呢又有点稍微不太一样了。这一次的话，我是用圆形的方式来看看这个效果，觉得还不错，我就把它留下来了。那接着一样把这个头发的一个颜色比较深一点点的蓝色以及白色去绘制它头发垂下来的这些细节哦。接着最后呢，我一样在这一个五条悟的身上呢，增加这些白色的线条，让它看起来是被光照射的感觉。那当然在这里的话呢，鼻子的部分我有让它增加这个白点，我不用黑点的原因是因为如果用黑点的话呢，看起来就是有点太突兀了。因为一般我们在画可爱的版本的时候呢，有些图的状况是不会把鼻子画出来，这样看起来就会更 Q 更可爱。但在这里的话呢，有一种想要把这个鼻子画出来，但是又不想要太明显的话呢，我们可以使用白点的方式，这个小技巧呢就可以把它学起来，用在这里了。OK， 那简单的画完之后呢，我们现在两个五条悟的形态的简笔画就完成咯。OK， 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去尝试看看，你能不能也跟着一起把五条悟 Q 版的简笔画把它画出来。OK， 那在我们学会了如何用简单的电绘方式来画出可爱的五条悟之后呢，如果说你有喜欢其他的角色，或者是有喜欢其他的动漫的话呢，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和我分享。也许将来我会特别针对这些动漫角色来做一些简笔画的小教学。如果你有喜欢画动漫绘画，或者是想要学习跟电绘相关的一些知识的话呢，也请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因为这样在我新影片发布的时候呢，你才不会错过哦。最后，让我带给你的生活一点颜色，也希望你能带给他人生活一点颜色。